大家好，我是北海道知识丹提。丹提现在呢就在北海道远得要命的王国知床半岛。那现在呢是在罗臼的这一侧。那等等呢，我们就会从后面这个地方翻越知床卡，那到达知床的另外一边。那另外那一侧呢，就有名的知床八景啦。今天的海啊，有一层雾气在上面。希望呢，等我们上知床卡的时候，不要跟我们12年前一样，通通被雾气包围了，什么都看不到。离开罗臼，踏上知床横断公路。这段公路的美，相信有看过丹提上一支影片的各位，应该都能感受到了。而除了这条横断公路，说到知床的特色景点，就绝对不能不提知床八景。丹提上次来到知床是在约12年前的道东绕行之旅，当时因为还是个北海道新手，再加上每天都有继续往前移动的压力，很遗憾的没有走完这特色的八景。12年后来到知床，已经是个北海道老司机了。这次再错过八景，那可真的说不过去。即便迟到行程，也算是临时起意，时间有限，但说什么也都要将这八景踏过一轮，也算是图个到达这大地尽头的仪式感吧。知床半岛由罗臼岳与知床连峰从正中间分为两侧，东南方为罗臼，西北方为斜里的雨灯旅。而沿着知床横断公路，国道334蜿蜒其上，当到达最高处时，便是今天的知床第一景——喜列多口头 K。那里有一堆大炮架在那个地方，等着我也不知道拍什么。我们过去看看到底他们在拍什么吧。踏过斑马线，走向前方的展望台，马上就能够理解为何这里会被选入八景之一。面向大海，左手边是知床半岛最高的山峰罗臼岳。丹提一直都觉得在北海道看山，都会有种错觉。明明这些山的海拔都不是很高，几乎都不超过2000公尺，但也许是清新的空气让视野清澈了起来，总感觉山体轮廓看起来特别的清晰。且也因为如此，那种从低处往上望，瞬间爬升的雄伟感，观赏起来倒是完全不输给3000公尺以上的大山。再加上，即便已经6月底了，仍有残雪、雪溪坐落其上，更能呈现出山的纯净与神圣感。不知道大家来到北海道看山，是否也和丹提有一样的感觉呢？而面向大海一侧，因为知床连峰的地形，加上夏季南风所带来的海洋水汽，据说往罗臼侧总是迷雾环绕的日子居多。不过，看来丹提今天还是有好好的发功。虽然在下面的时候有点担心，但随着坡度爬升，天气反倒越来越好。当到达知床卡时的展望，视野已经清晰到连远方的国后岛身影都可以窥知一二。配着海面浮起的带状雾气，如果不知道这座岛带有浓浓的政治意味，这样的风景还真有种卡木伊国度的仙境感呢。这边是斜里，这边就是罗臼。看起来知床卡刚好就是在这2个地方的交界处。
近年来，因为北海道阿伊努文化的推广，如果大家来到北海道旅游，应该多多少少都会听过卡木伊这个词汇。甚至如果有深入观察北海道的一些特殊地名，会发现，在北海道地名中的汉字神不念卡米，而是采用卡木伊这个阿伊努语中的古老念法。在阿伊努语中，卡木伊指的便是高位神格的神灵。现今的汉字可以写作神威或是神居。虽然与古老的日本相同，属于万物皆可为神的信仰方式，但阿伊努文化中的卡木伊更接近自然万物中的灵性，而这样的灵性有可能存在于各种万物，或是某种现象，也有可能存在于人工物件当中。所以单体自己的理解，卡木伊应该不只是局限于神的概念，反倒是一种有别于实体，更像是灵一般的存在。也许在我们眼前这风光明媚的知床半岛，就是因为注满了卡木伊的活力，才能如此美丽吧。说着说着，我们也踏入这段 off-road 的道路不久了。知床喜雷多口这个单字，在阿伊努语当中指的便是陆地的尽头。在这尽头之处，有着我们今天的第二个目的地——知床八景卡木伊瓦卡 Yu no Taki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到了知床半岛道路的尽头。那再往后呢，就是车子就没有办法通行了。那这边有一个卡木伊瓦卡瀑布，它也是知床八景之一，我们就走过去看看吧。卡木伊是神灵之意，瓦卡则是水。翻译起来应该就是拥有神之水的温泉之瀑布。沿着崎岖的道路走向陆地尽头，闻到了属于温泉的特殊气味。原来真的有又是温泉又是瀑布的。稍微翻找了一下资料，其实这个温泉水水温大约30度，应该算是冷泉，泉质为酸性，水中含有大量的硫磺，对人体还是有点刺激的，且因为硫磺的含量较高，不利于生物生存。这个卡木伊瓦卡其实还有魔水之意。本来这个瀑布是可以稍微溯溪而上，到达可以泡下去的四支瀑布区域。不过近年来，好像因为地貌的改变，这块可以在卡木伊环绕中入浴的区域似乎已经消失了。且从2023年起，现在要下切溯溪，除了有固定的管制时间、人数之外，还必须要事先预约，并且预纳费用2000日元。车辆可通行的时间也有特殊的限制，有时候甚至只能搭乘区域的观光巴士前往。多了不少人为管制的政策，大家未来前往的时候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。虽然说人为的干预也是为了安全与保护，但总觉得似乎就少了那么点卡木伊的味道了呢。再度踏回没有铺装的道路，
往雨灯屿的方向前进，很快的就可以来到知床八景中最为人熟知的知床五湖。踏上崭新的高架木道，眼前的原始林，单体其实有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，好像这个风景以前曾经看过，但视角却完全不同。最主要的原因，我想便是脚下的这个高架木栈道吧。单体上一次来到知床，记得是还没有高架道的身影的。那时的游湖路线都是走在树林之间，分有直绕1湖、2湖的小圈，以及走完5个湖泊的大圈。虽然说上次来的时候已经不是棕熊的活跃期，但可能以前知床的观光还没有这么的活络，沿路几乎没什么人，单体这大圈走起来也是有点战战兢兢，甚至好像还有在步道的终点看到疑似棕熊的身影。回想起来，还颇有未知探险的紧张与刺激感。而相隔这么多年之后，再度来到知床，踏上两边都装有电网的高架木道，在心情上可以说是轻松很多，也有更多的心思好好的观察木道两旁的风景。第二次到来，反而觉得自己比第一次更像个观光客，心境完全不同。也难怪会熟悉又陌生了吧。这边就是知床1湖了。那单体记得很久以前，我应该是12年前来知床的。那时候呢是走在1湖旁边的这个树林里面，那有一条小小的步道可以走。现在呢今非昔比啊！大家看到这个超级舒服的木栈道，又高架，又电气闸，走在里面完全不需要提心吊胆，又非常好走，800公尺，风景超棒，可以看到整个鄂霍次克海，蓝天、绿地跟木头的香气，真的觉得知床有2把刷子。现今的知床，相较于单体的上次到来，我想已经发展成相对成熟的观光景点了。高架木道除了让游客更加的安全，也某种程度不会过于打扰原始林中的生态。不论是人还是野生的生物，互相的都能在无压力的环境下共享知床的美景。而如果想要深入的探索，也有专业的向导带你迈入丛林，跟你解说这块陆地尽头的故事。游览后走入卖店，还有各式设计精致的观光纪念品，知名户外用品品牌来诱惑你的荷包。老实说，知床的各种联名商品真的是设计非常优秀，连单体这种不太买观光地产品的人都不小心让荷包失血了不少。说也神奇，虽然引进了商业模式，但知床地区无论是建筑、商品或是整体的规划上，都不会让人感觉到廉价的铜臭味，反而能让人们在更安全、放心的环境下，有更多的时间来欣赏这里的原始，了解这里的自然。在单体目前去过的各大景点当中，知床真的是商业观光整合发展的典范。离开五湖，日落十分将近，沿着343国道一路下切，在迈入雨灯屿前的这片展望海湾，便是知床8景之一 Puyuni Misaki。这里与另外的知床8景之一夕阳台
同为雨登里区域欣赏落日余晖的绝佳去处。但这次在盛夏来到之床，天黑的时间真的太晚了，实在是忍不住民宿美味的鱼香与饭菜，所以丹提并没有在夕阳台与普纽尼、米萨基中做出选择，而是屈就了美味与舒适，带着一瓶啤酒，一同与火红的鄂霍次克海，结束了这充满自然美的之床一日。第二天的一早，在海鸥啼声中苏醒，窗外就是之床八景之一的欧龙口伊洼。这是座坐落于雨登渔港的巨大岩石，垂直高度可以达到60公尺，远远望去就宛如要塞一般。其上设有可以登上顶端的阶梯，据说岩石顶部的360度环景展望视野，可以一览整个雨登旅区的海港风情。不过，丹提这次依然没做选择，又再度的屈服在民宿舒适的环境之下。嘿，一间拥有美景与美食的舒适建筑，只能说是罪恶啊！好不容易摆脱了罪恶的民宿，我们开始驱车回程。在往协里前进的路上，就是我们这趟之床八景之旅的最后一站——オシンコシンの滝。哇，这个很壮观呢。オシンコシンの滝为日本瀑布百选之一，高度落差约有30公尺，其水流在瀑布的中段被一分为二，故有别名双美瀑布。在踏上长官木阶之前，瀑布清凉的水汽就阵阵袭来，不需要走近就能够感觉到它的气势。从平台上将目光顺着水流流入鄂霍次克海，不由得开始想象，如果是冬天前来，这样规模的瀑布是否会成为冰瀑呢？眼前的鄂霍次克海是否又会从一片湛蓝转变为银白色的流冰之海呢？想着想着，好像又为自己埋下了下次再来一趟之床的种子啦。如果你有仔细计算，一定有发现，八景之中，丹提其实只跑了7景，最后的八景之一 Flepe no Taki 被称为乙女的眼泪，其有别于河川落差，是由雪水浸透岩石而形成的特殊瀑布。但由于这次丹提的行程安排，在不得已的取舍之下，就只能成为遗憾了。为了补足不足八景的空缺，我们顺着回程的道路，来到斜里顶著名的 Tenno Tsuku Michi。这条笔直的道路在视野上一路通往远方的天际线，确实路如其名，是一路通往天空的道路呢。
这次来到知床，除了再现回忆，也深刻感受到了知床的前进与改变与发展上的用心，特意留下一点遗憾，为自己种下再次前来的动机。真的蛮好奇的，当单体下次造访时，知床这座大地尽头的半岛，又会变成如何的光景了呢？好啦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了，感谢各位的观看，希望大家有朝一日也能亲自来到这，体会大地的尽头。我是北海道知识单体，我们就下周再见喽，拜拜。会员宣传时间，点选订阅旁边的加入按钮，就能知道单体会员都在 B 下面忙。无论你是喜欢我拍摄的图片，或者是单纯想成为干爹，请喝咖啡，都欢迎点下眼前的按钮。放心，绝对不会爆炸，只会获得单体满满的感谢。